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有好好照顾自己吗？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灵魂之源给你的信。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卡牌来帮助大家阅读一下灵魂之源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以及指引，希望在今日的占卜当中也帮助到大家。那我们的灵魂之源呢，可以把它概述为我们更高维度的守护我们的存在，我们灵魂的源头以及能量的来源地。这个地方呢，有我们的守护灵，也是我们在三维世界也好，在其他的维度也罢，源源不断的感受到生命活力的源头。我们今日呢，跟源头相连接，来看一下源头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来指引我们未来一个阶段的人生发展以及我们的灵性成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非常感恩跟大家不断的连接，相互的鼓励和共同的提升。在这里首先祝福大家，在我们的下半年度，在我们的人类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维度的美好纪元之下，我们可以更高程度的打开我们自己，用这样的连接不断的滋养我们自身，也滋养整个宇宙。我们都是一体的，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让我们开始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帮助大家做一个能量上的调节，来帮助我们平静我们的心绪，和清理和净化我们的能量场，也更稳定的进入我们的读牌和抽牌。大家可以寻找安静的环境，安全的状况底下，也可以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冥想的部分就完成了。
希望可以更快速的来帮助大家调整当下我们的能量场。而在我们的冥想频道 Star Sea Soul Healing 当中，这个星期也更新了我们的冥想影片我们会将视频的链接放在我们的右上方，大家可以在闲暇、在睡前、在周末、在需要的时间进入我们的冥想。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当下的这个纪元是非常快节奏的能够留一点时间给我们的灵性给我们的灵魂做一个舒缓和解压，相信这是给予我们非常珍贵和美好的机遇，让我们更快的连接到光。好，下面呢，让我们开始今日的选牌。在我们面前从左到右是3副组牌。那今日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这个主题是灵魂之源给你的信。好，这是一封书信的形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来进行选择。好，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绿红宝石。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深灰色的亮片在这颗宝石上正在闪光。这是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粉色水晶石。好，这是一颗粉色水晶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频率。这是我们第2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黄色方解石。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立方体在我们的眼前黄色方解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能量。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这就是你的第一直觉，跟着它就没错了。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这当中有可能有您的能量。需要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好，一颗绿色天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灵魂之源给我们的一封信。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神谕卡和塔罗牌将信的内容传递出来，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对应一颗绿色天然石，首先我们看一下源头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能量是怎么样的好，我们首先第一张抽到的是25号 OK Underwater Realm 水下之旋律有一个深浅的意涵这张卡牌出现的时候呢，并不是让我们向上，或者说在表面上去潜游这样的状态，是让我们在当下的压力和一些事物的面前，更深的去探索你的灵性和你内在的感官。这张牌当中的女神也有一个 surrender 的感觉她正在深深的潜入海底，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在跟着水的韵律改变着她的动作，直到进入一个舒适的状态。水的能量也代表一种深刻的疗愈和洗礼，这当中也有音乐的、治愈的以及灵性传递的符号。所以在这一组当中，很多朋友你们跟水有着比较深的连结，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梦中呢曾经去过水下的世界，也有不少朋友最近呢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跟水是相关联的，比如去过海岸河堤看过湖水河水、溪水等等。
深藏在大地深处的水之灵呢，在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有着无限的潜力，是一种温柔，温柔致敬啊，温柔以致敬的背后，你将会得到永恒。而这张牌也有一种 surrender 的感觉，当你们去臣服，当你们随着一些事情的韵律去展现自己，展开自己，你将会重新到达一个深度和广度，并且可以让你重新的集合能量，到达过去的甚至过去不可匹敌的高度上去。所以当下一段时间的臣服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拥有更慈悲和宽广的能量。这是一堂课程罢了啊，这是一个潜水课，这是一个游泳课。也有很多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在接受非常重要的进化，所以你们的世界有可能正在发生着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时候你们会恐惧深海，或者说恐惧只有自己啊，这种无能为力啊，没有任何的一件事物可以被抓取啊，给你们一线生机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光就在你的上方，光在一直保护、笼罩和提示着你。好，你的出口在哪里啊？在我们这个上方。有些朋友你们是爱游泳、爱潜水的，你们有可能在深海底感受到这个自然和大地另外一种平静。这个世界跟你相连结，所以在过去是一些朋友，你们是亚特兰提斯的灵魂，或者你们在天狼星、昴宿星都曾经跟水有关的地方啊，接近过，或者这是你们生活的地方。这张牌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臣服啊，在一个臣服和沉默的阶段过后，你将重新的找到机会去行动。所以这种行动的能量将会在你这个沉浮的过程啊，我们说就沉在水里的过程之后，非常快速的重新点燃。源头在告诉你的就是啊，我们这个世界有阴有阳啊，我们这个世界万物丛生，所以说会有四季的更迭，会有成住坏空。水下的频率也代表了第一副牌的朋友，当你们对很多事情保持一定的空性，看透它，平静来接受它，你就可以揭示这背后对于你来说，对于你这个灵魂个体来说最真实的含义是什么。这个牌当中有一种进入深海洞穴探宝的感觉，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将会在深潜的过程里边感受到你灵魂真实的韵律是什么。我感受它很宽广，它很慈悲，它好像贴近海洋之心的海洋女神、海洋之神一样。很快的你们将会得到机会和得到法器比如说海王的矛钩海王的盾牌等等帮助你重新的潜游向上，甚至是接近阳光。那问题就来了，第一副牌的朋友，最近是你们在感受上来讲最低沉的一段时间吗？最近你们是否因为情绪或者说身体的一种疲劳，感受不到能量呢？宇宙在提醒你需要去净化和清理你的能量了。先不受力让自己将你身上的力、你手上的力都脱掉，静静的、平平的来面对这一切。这个能量将在你极其深沉的时候被孕育出来，能量非常大，所以任何时候你想重新行动都是可以的。有很多朋友，这代表了你深潜过后将会重新的迎来一个上升的过程，你将重新的回到水之表面，你将重新的去看到太阳以及天空。也代表了很多朋友，如果当下是你的一个低谷期，你马上就要翻身了。灵魂的源头告诉你，这个过程非常的神奇，让你找回你个人的能量，也在找回你自己真实的状态，并且也是一个时间你去拥抱自己和拯救自己了。第一副牌的朋友能拯救你们的人是你们自己。当然了，在灵魂的源头看到你的这片影像3维也好，4维也好，看到你的影像的时候，他们理解这本身是一个你在寻找自己，你在全方面体验的过程罢了。所以当小我专注这个过程当中的
爱别离啊、求不得啊、贪嗔痴慢疑等等。我们在意的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可以感受不好，也可以感受愤怒、哀痛，我们感受孤独、孤单，但是不受力啊，不将这些能量都放在你的身上，让水、让大地将这些能量全部的平均的分配以及化解。你将轻轻的重新拿起你真实的工具，你真实的能量去向上接近光。好，第二章呢，我们的复牌第16号，我们看到是 achievement。好，你将完成一个阶段的挑战，你将会有成就。25到16号本身呢，这2个牌都是一个7的灵数啊，加在一起，所以7本身它是一个学习、探索和经验，让你打开你顶轮的雷达，去真正的学习。你在3维世界当中作为这个人呢，打算拥有什么？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阻碍和障碍？最后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破格的好打破了世界的记录，打破了3维，打破了4维、5维的记录。Completion and reward， 你将完成一个阶段，并且得到它背后的奖励。所以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是成功的，你们马上就要接近这个胜利的信息和信号了，这个胜利的号角，宇宙在帮你吹起。所以当下无论你们在完成什么样的一个长跑，什么样的一个马拉松，什么样的一个竞技啊，你就都将是第1名。那究竟这个第1名是如何被锤炼的？我认为在你们的内心深处，你们会有一种修禅者的感觉啊，你足够的深入，你足够的让自己释放，也足够让自己的舒展。在这个舒展之后，你将会受力啊。我们看到这2个姿势有没有都不一样，但是双手都在举啊。当你轻轻的去调整你的肌肉，调整你的脉轮，调整你的施力方向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其实你会有一种非常强的冲击力和冲刺力，冲过最终的终点线。所以终点线之前有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疲劳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教会第1副牌的朋友在当下是一个不受力的阶段，你需要先放一件事情，或先放自己去得到平静，得以周全，得以安静，得以释放。在这个释放背后啊，你马上就要成功了。更多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将会展现在世界的眼前啊，你的真实的状态，你的成就将会被展现。也有一些朋友啊，在过去一个阶段，你深深的在隐藏的，在锤炼的，或在10年磨一剑的东西啊，会得以被这个世界看到。这个课程是你们跟自己的一种休息，所以你们内心里边经历过什么，外界有可能看不见，他们有可能会觉得你单纯的只是在某一个状态罢了，你心情好或心情不好，最近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成功还是失败，而如何去判定这个成功，是从你们的眼界当中看到的。你们看到了自己的成功和你们内在的突破，就代表了在外在三维世界里边，你们即将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业和课业，你将会得到这背后的奖状、奖杯，有可能是名利啊、地位、金钱等等的回报，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个 Tarot 灵魂之源在告诉着我们些什么。我们这个卡牌整理一下啊。好，我们看一下能量是怎么样的。第1张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灵魂之源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了？第2张魔术师天呐 The Magician， 好，魔术师牌的正位。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3张 Four of Pentacles 金币4号。我们看一下这边飞出来是什么啊 ？The Moon Reverse 逆位的月亮。好，这边出现一张 The Emperor Reverse 逆位的国王牌。好，我们继续来抽牌。The World 世界牌的逆位。遮挡一下。好，我们继续来抽一下，我们卡牌是什么？你看到 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的正位出现了。Eight of Cups 圣杯8号的正位。
我们再继续抽一下 Ace of Wands 权杖1号的逆位。好，最后一张我们看到 Six of Wands 权杖6号的逆位。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首先你们是极具天赋的一群宝贝啊，好，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首先在源头的角度上来讲，当你出现的时候，天地啊非常的明亮，所有的智慧和技巧啊，还有聪慧的能量啊，全部集于你的身上。所以在宇宙当中呢，你是极具智慧派的灵魂啊，你的灵魂承载和拥有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拥有啊，不会失去。因为我们的灵魂想要经历，想要去体验成住坏空，想要去提升我们的频率和视野，所以你们会在元神当中投射自己到3维度、4维度、5维度等等等等的地方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体验和提炼。这个过程不都是顺利的和胜利的？你们身上啊拥有智慧和胜利的好2股巨大的幸运能量，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所以当你们去面临非常多考验的时候，你们基本上都会拥有勇气和一颗赤子之心去面对。我看到有不少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不能避免的就是我们在体验的过程里边必须要经历挫败、伤痛、离别，或者说得与失的不平衡。尤其是天资愈加聪慧，会让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愈是需要以人道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来面对孤独，来面对退避，来面对得不偿失和一定的失败。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才会真正的完整和成就。因为不要忘了，你的源头是智慧，你的源头是宇宙一切的技巧，是创造这个星球、创造天地的一股能量。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3维世界里边其实活的是可以很精彩的，你们可以去到想去的地方，你们会有聪明智慧去消化、阅览和理解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文化和书籍。你们有可能呢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到其他的这个文化的背景当中、其他的国度当中体验一切。因为你的手中拥有的权杖是自由的，也是充满灵感的。直至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不得不去放弃掉这种荣誉感带给你的快乐啊，因为快乐嘛，总是在我们3维世界当中忽闪忽灭的，很像星星之火和萤火虫一般。当你们体验到了一定的孤独、一定的退败和一定的就是繁华过去，内心要归于平静的状况的时候，就代表了你们在放弃掉过去的方法。比如说你手上一直有一根权杖，我们看到权杖1是逆位的，你也在放弃掉过去一定的运用你的权利、整理权利和盼望权利的那一个视角。你将会从这个里边超越和蜕变，重新的取得下一次的成功。所以属于你的成功呢，其实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有点不一样。如果在世俗角度上来说的成功，我看到其实你们已经拥有。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些成功，我现在还在追逐成功的路上，我一直是看起来普通和平常的啊。我听到这样的信息啊，即便是这种当下你在体验的所谓的普通和平常，背后也隐藏了非常大的智慧和福报，将你推到了现在。所以你们在3维世界当中一定想要的东西，有可能不是你灵魂的所爱和所求，有可能只是迷蒙的双眼啊，有可能我们只是在3维当中一时之间，我们在入胎、在出胎，然后在形成一个人的影像的时候，就有点沉迷。所以当你们要重新去觉醒和召唤自己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什么都不要。你不要不代表宇宙和这个世界不会给你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当你去深潜呢，当你去真正的走入你内心的
你灵性的某一个角落的时候，你将会挖掘出非常新的信息和能量。我看到你们很容易转业，你们也很容易去放弃掉过去的一些，可以说这个三维里边就有的一些制式，金钱的，就是产生金钱的方式，产生权利的方式等等，你们都容易放弃掉它，因为你的灵魂会非常真实的告诉你，这些东西没有价值。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你洗尽铅华，重新拿起你权杖去征战的过程里边，你自然而然就会发现了，当你们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法取得成就的时候，你灵魂的真的修为会产生，也代表了你的灵魂没有白白再次轮回一次，你来了的这个过程里边，必定会突破过去的荆棘和你大脑的这个三维给你的枷锁，你们即将从这个过程里边向上提升了。好，说到现在啊，帮第一副牌的朋友们做一下验证，好吧？我看到这个星座，先告诉大家啊，土象、水象的，火象会出现在这一组。看到金牛、双鱼、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还有基本星座的朋友啊，摩羯、巨蟹、牡羊、天秤座。好，天王星的天秤9宫，来看一下火星的天蝎7宫。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让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卓越的人。首先读书有可能就很好，有可能呢少小离家啊，你们就会出到公众的眼前，出到社会里边，或者说你们会去远方求学和建立事业。本身其实你们对于人际关系、亲密关系以及自我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标准，然后你们是真正的行动派。有些朋友你们从事的是这种教育行业、旅游行业、文化行业，有些朋友你们也在做一些跟艺术有关的、跟资产和合作有关的事业。我们再 clarify 一下，海王星的射手12宫。验证上来讲，最近的这个最早吧，今年的12月啊，就是半年之前，好，到今年的3、4月为止啊，过去的3-4个月当中，半年当中，你们曾经面临过转业、转职和改变。你们曾经呢，会觉得一种梦想幻灭和你们不得不重新的做出自我突破，你们会面临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火象是比较重的，火象星座的朋友在这一组里边。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们在一个全面觉醒的阶段啊，所以这个全面觉醒来到之后，你们就会非常自主和自然的，比如说离开一些行业，离开你过去的一个生活习惯，离开一些过去的人。我觉得你们是一个非常走在路上的人。这封信里边也在明确的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成功，你们将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成功。如果那些朋友你们的专业和你们在做的事业是这种，那未来你成功的方式将会是另外的，将会是其他行业和业界当中的。我们再看一下信息还有什么啊？这封信里面还有什么我们需要读到的内容吗？金币3号 Three of Pentacles， 看一下啊。Ace of Swords， 宝剑1号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的逆位 King of Wands in reverse， 逆位的权杖国王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那我们这边飞出来是愚人牌啊，有没有啊？圣杯国王的逆位啊。好，在不远的未来3个月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今年的秋季啊，10月，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未来的3个月里边，你们将会完全的打破一个束缚和一个瓶颈的时期，你们将会重新的取得能量，重新的，我们之前如果这个 deep diving， 你们在深海当中深潜的话，你们将会重新的崭露头角和展露你全新的一面，和世人就是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啊。世人所了解的你其实并不全面，你们的内在其实有很多的面向，而当下呢，重新去面对这一切的过程里边，你们会发觉其实你会有真的智慧和真的本领啊被运用到，有可能是你之前的天赋，有可能是
小众的非主流性质的你的一些爱好，然后你的一些技能等等，会真正的被运用起来。未来的一个阶段呢，将会有远方的人来跟你联络和跟你合作，有更多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搬出去，走出去，你们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下你不满意的一切，会用宇宙的方式为你重组，打破了的东西会用新的方式来到你的世界。所以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源头在告诉你的就是，你们当下如果有一种郁闷的、冲不破的被困住的感觉，这其实是情绪的一部分。而真实的你呢，如果你的目标是明确的话，往前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往前去做你的部署，去做你的每一步，不管是学习还是耐心的去等待。你们需要放下过去王者的，或者说成功者的、引领者的这一份骄傲和荣耀。你们需要谦虚和耐心的来看待这几个月你们需要面临的一些变化，你们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当你们很认真的在履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宜当你们开始去理解了你的转变才能带动一切的时候，这个深浅的意义就已经成功了。你就将得到这当中所有的能量和所有的智慧以及勇气，重新的潜出水面，得到成功。你们的成功我觉得是很长远很长足的毕竟有权杖6和权杖3号嘛，有可能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新的业界，是一个新的赛道，也是未来几年当中你想要去突破的部分。有可能你想要给人类和某一个业界带来福音，所以你会运用自己非常大的能量去打破旧有的制式。你们是非常创新的人。因为我们的牌底呢，在洗牌之前就是愚人牌，洗完之后我们最后读到这里还是愚人牌。愚人是0号牌代表了无畏无惧的挑战，代表了新鲜的世界，也代表了你们的初心。所以找回你们的初心，胜利就在你们的眼前了。我们这张 achievement 跟愚人牌有没有很像？其实大家理解这个0号牌它是1之前的数字，也是21之后的数字。我们的 Major Arcana 一共是21张嘛，对吧？我们最后一张牌是世界牌，它也是世界牌之后一个新的循环出现的中间介质的数字。其实1号是魔术师我们观察一下，这边1号、0号、1号、2号牌都出现了，有没有？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合换前途你们合换在3维世界里边得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只是说这个东西在得到之后，到底是不是你喜爱的，是不是你的灵魂真正在吸引的你的这个课业里边真正在显化的。如果不是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放弃它，走到一个新的你的这个正确的赛道里边去。我觉得你们是会有成就的人，是硕果累累的人，然后未来你们会容易去崭露头角，拥有我们说的是名利和资源这一副组牌的名利资源的能量非常的强。而在愚人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有可能我们会忽略到一些危险一些阻碍，或者说呢隐藏在伏藏在未来当中的一些伏笔。但是愚人永远都是招摇的，永远都是用他的赤子之心天真的感受天地的。愚人跟太阳的连接非常强他也是太阳之子所以你们要拿出你们天之骄子天之骄女的能量来面对当下有可能很繁杂的一些人事物。当拥有一线机会的时候你们的智慧可以透出的时候，拿出你们智慧的时候，就是你们战胜3维危机真正去在3维世界显化出你的目标和理想的时候。这个牌里边源头在告诉你的就是，其实在3维这个我们说愚人牌这个游戏里边，你想要如何通关，其实本身你是有通关技能本领的人，你也懂得什么是那个通关秘籍是什么，你已经阅读过了甚至也曾经看过窥见过这个当中的一些玄机奥义。但真正身临其境去变成这个3维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游戏之间的一部分的时候，偶尔你会迷失。我觉得宇宙只是在提醒你源头只是在提醒你你是谁罢了。第一副牌朋友记起来你是谁了吗？记起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拿起你手上的智慧之宝剑，去为你的生活做一个清晰的勾画。什么是你不想要的，什么让你没有生机，什么让你枯萎，你要离开那个状态那个境界。你需要的是在任何的问题挫折和慌乱的面前
冷静和深刻的找寻自己，在这个过程里边寻到你的生机和能量。那就有这个牌里边的最终意义啊，所以将这个信息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去品味，可以去把它当成一个心法去理解它一下。因为你们是如此的冰雪聪明啊，本身宇宙在创造这个天地，创造这个宇宙，我们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就是智慧的主宰和载体，甚至你是智慧之神的一部分。所以你的元神里边其实拥有非常强的能量去理解这个天地宇宙运行的精华。你们是很容易成为有谋略，然后有分析能力，从而取得胜利的一群人。所以只是源头在告诉你啊，不要忘记，不要迷失，不要否定，还有不要被情绪侵扰和干扰。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啊？我们的牌都连在一起啊，我们这边有看到吗？我们看到3。好 ，Enjoy success and happiness。宇宙希望你去享受胜利和快乐。你是胜利的族群啊，你是胜利的小孩，所以你在3维、在几维、4维、5维，你会自然的创造一种胜利的光。这个光来自于太阳，也来自于你的太阳轮哈，你和太阳可以产生感应的地方。无论是小的成就还是大的成就，你们都要全情的去感受它。用这股能量去激发你的生命活力和你的内在智慧。不久啊，你们将会如日中天的展现自己啊，属于你的这个时机才刚刚到来。也就是说，未来3个月当中，一些朋友才刚刚到来，有可能在未来的1年当中，我看到明年的5月啊、4月、5月、6月都是第一副牌朋友展露自己的机会，但是走出来的朋友有快的也有慢的。那这一组里边，要是更快的去释放，找到你的能量走出来的朋友，权杖王后、权杖国王出现了啊！你们需要戒骄以及戒躁，放下你对于过去的种种印象，你的种种经验给你在3维世界里的成见，你要放下这些，以一个赤子之心重新的启程。每次这个重新启程，你都会得到属于你的胜利，所以你的胜利是可以被你自己复制的，那也是可以循环的啊！一旦拿到了这个胜利的状态，找到了这个胜利的能量状态，你们就会无限的去复制你的胜利。那第一个牌中，你们想要这样吗？如果你们想要不断的去复刻你过去的胜利啊，或者说你想要去复刻一个宇宙的胜利，一个5维度的胜利来到3维世界，你再去显化，你再积极去投射这个愿望的话，愚人一般，你们需要展开你们的脚步去畅想，甚至你们需要行动。而这个行动当中，首先是不受周围人的影响，再者就是明显的一些机会，在这些你遇见的问题背后啊，有明显的机会，你们需要抓住它。那我们看到第2张牌有没有这2张一起飞出来呢？我们就都采用好了啊。第1张牌我们看到是 boat， 其实这张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卡牌啊。这个牌代表的是不受力，也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啊。我们有一艘船，那我们在这个船上呢，连接日月之辉，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水的承载能力去带我们啊，通过我们的灵性带我们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所以这个牌有没有都长得很像啊？一个是在水底，好，一个是在天上，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吗？因为我们的这个 camera 的视野有限啊。一个在水底，一个在天上，你可以通天以及入地，你可以通太阳，也可以入水啊。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要提高你的承载能力。这个水其实也代表了情绪，也代表了感情，代表了你们在生活里边有的时候会从这个因为暴风雨，你的情绪来了，暴风雨来了，你会沉到水底，但是重新的去平复你的能量，重新的站在你这艘灵性的船上，去连接太阳啊！我觉得太阳在给第一副牌朋友很大的力量。你们有可能是太阳的小孩啊，连接的就是之前我们的玛雅文明啊，我们的5维度的高度文明啊，在人类文明之前，你们曾经经历过这些部分。所以你们的成功和胜利及能量的来源本身就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很多是天之骄子，只是当下一个阶段还没有发挥出来。那宇宙在告诉你，你的承载能力来自于什么 intention， 来自于你的直觉。你要通过你的直觉去真正的运用你的情绪，了解你的情绪，从情绪当中拔得解脱，并且可以去看到你明确的目标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我们这个信息量有可能稍微大一点，大家会觉得这样说我非常的忙，我应该用直觉，然后我再应该用什么？其实不然啊，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流程。唯独在你们的内心当中可以做到，就是坚信你是可以成功的，并且深深的去接纳你的情绪，深深的接受宇宙的疗愈，在低谷的时候也深深的让自己沉淀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去经历它和感受它。融会贯通的你将会通日月和水之精华，让这个可以说这个天地，我们是五行嘛，我们在汉传文化当中是五行啊，让这个天地风火作用于你，你们拥有这个能力。因为这跟魔术师很像啊，这张牌里边的这个 bow 当中的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女法师也好啊，女巫也罢，她和我们的魔术师有没有很像？她在去连接日光的能量，去让她这一艘船平稳的向前而且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皮肤是蓝色的啊，你们有可能经历过这个就是蓝绿色的这个皮肤的生命。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来自于外星球，因为我们人类有很多不同的肤色啊，不同的肤色来自于不同星球啊，就是这个源头啊，这个 DNA 的种子来自于不同的星球。我看到你们的源头本身就不是地球的原住民，所以你们的方法和方式甚至不是用地球的一些法门找到的，是你们自己通过你们的觉醒，通过你们的智慧去找到的。然后你们其实非常与众不同，在人群里边很容易被第一眼看到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无论从外在还是内在来讲你们是比较容易接近胜利的。而且一旦你们决定了一些东西，你们会不吝代价，不惜代价。但是宇宙来告诉你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代价里面包含了业力的成分，它是沉重的。而你们明明呢可以通过意识平步青云。所以就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尤其是我们这个地球在升维的阶段，找回你的高维度智慧，并且再一次的提升它。当你不再迷的时候当你可以很沉静的面对这一切，不一定说你要寻根溯源找回你是谁，源头告诉你你就是你。当你可以做回自己的时候，这个 intention 代表的是女祭司，这个 bow 代表的是魔术师牌我们把这个牌放到一起好不好，让大家可以更明显和清楚的看到能量是怎么样的好。反了就反了这个牌就是这样的，是女祭司也是魔术师，有没有？是女祭司也是魔术师是女祭司也是魔术师。好，我们说了3次，希望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然后你们在这个新的纪元里边呢，拥有智慧，去沉静的运用你的技能和方法，所以更少的参与到跟人相关的这个业力的漩涡。不忘听，不忘闻，不忘言，不忘动然后呢朝着你的目标去积极显化你的人生。有些朋友会说，我当下事业没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或者说我是迷茫的，我的目标是情感上比较多一些，这都没有关系。我认为这一篇是很概括，就是它是笼统的在说三维里的胜利的。因为三维里的胜利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不一样，名利情嘛，就是得到名，得到利，还得到爱情，都可以你也都可以得到。所以没有跟大家说你的感情一定要怎么样，你的事业一定要怎么样。笼统的来讲，你会拥有一切，但是你会拥有一切这个背后，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肯定句，你就是一切，你会拥有一切。它这个背后没有任何的情绪，没有任何的贪欲。把这个信息送给第一副牌的朋友们。
你们会遇见很好的合作伙伴，你们的事业和你的选择将会是胜利的。然后在未来这半年当中，甚至未来的很快的一段时间，3个月，你们会遇见突破。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会去远方，远方有可能有你的机运和机缘。一些朋友如果过去失败了，无论是事业上还是情感上，你会再一次的找到你的阵营，重新的胜利。好，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你们和绿色和蓝色以及和水很有缘分，和太阳也是，所以可以多去连接深海和太阳，当然在安全的状况底下去进行这个自然中的连接。自然的万物啊，能量最大，所以当你们想要能量的时候，去连接太阳和水，直觉就会给你答案了。好，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啊，我感受到你们在未来将会迎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成功了。这个信息也就送给大家。我相信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等待一个机会，有可能你们需要的只是宇宙给你一个机会和一个空隙，让你去释放，让你去沉淀一下，让你有这个机会重新经营自己，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胜利呢，本身就是你的本能，也是你的天赋。智慧是你发源之时本身具有的能力。所以你们缺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还是感觉到有一种缺憾感的话，从你的内心小孩里边找，他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好吗？去连接一下他，连接一下太阳。好，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分析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一副组牌今日的连接，祝福大家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哎，我们这个 sorry 啊，这个魔术师的头发型有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拿近一点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女祭司头上的球和这边的球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卡牌中的这个影像啊，而且每次我们抽的这个神谕卡其实都是随机的，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们要打开顶轮去连接你们的智慧了。还有一些朋友其实因为影像是一样，所以你本身是一个魔术师，魔术师在施展他的聪明、智慧和技巧能量之前啊，魔术师通晓天地能量，所有的风火水土的法器都在他的手上。在这之前，你要先找直觉，找你的感觉，你想要的是什么？通过你的直觉去显化这一切啊！有很多东西你们是可以通过显化得来的，不需要过度费力。把这个信息也送给大家。好，我们今天所有卡牌看到这里啊，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连接这么有趣的信息，祝福大家一切都顺利。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粉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灵魂之源给你的信啊，我们要看一下灵魂之源通过我们的神谕卡和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需要我们了解，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的朋友们。好，那我们呢选到了第二组粉色水晶石。首先我们会通过神谕卡来连接一下，看一下灵魂之源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啊了解一下当中的能量。第一张牌遮挡了一下啊，我们抽到的是 Birth， 这是第一张卡牌啊，生。这个当中我们有看到森林、花草、树木、雨露、彩虹啊，滋养着大地。我们一片繁茂、美丽而神秘的森林在产生。那这个森林底下，我们看到什么？大地之母啊，生机的女神啊。女神的一念起，万物丛生啊。万物丛生的背后，从这个卡牌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整片森林和整个星球以及整个宇宙都在生。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首先你们身上有大地之母的能量，或大地的神啊，如果是男性能量的朋友们，你们是大地守护神的一部分，大地之母的一部分啊。所以当这个大地之母来创造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有可能你们参与了这个阶段的工程，你的灵魂是守护大地来的，所以有可能你和动物、植物、花草、自然当中的很多现象都有非常强的感应。你们是非常灿烂的一群人，生而绽放，而且你们的存在会为你所在的这个磁场和周边带来很强烈的生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很神话般的存在啊。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当你一念起，万物才生。所以当我们从一个灵性角度来讲，你想去投射一个万花丛生的多姿多彩的星球，你的意识会投射过来，你才会来到三维世界，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你，会经历生老病死，经历当下我们的这一个人生的节点和状态。而生本来就是你的本能，也是你的能量和能力，
所以你和大地之母的连接啊，首先会给你带来庇佑，你们有可能在身体健康上，在你们的灵性成长和突破上，多多少少都和大地和自然有着强烈的连接。有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去连接和修习，或者说学习一下跟大地之母、大地的女神绿度母相关的一些咒文、保护文、祈请文等等、祈愿文等等啊，你们有可能在这当中呢找到你们的能量源头。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女神，首先她的头上有意念，有很多意念啊，有很多光的能量在浮动，然后当它产生这个能量场的时候，本身万物就已经生了，它不需要去栽种，它不需要去浇水，它不需要用任何的多余的动作能够去引领所有事物的生长。所以生还是一样啊，是你的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我觉得你们是一个非常懂创作，也是非常懂生活的人，你们很热爱你们的生命，而且你们也一样热爱自然，自然也会给你们回馈以最高的能量来疗愈和拥抱你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跟土地的连接很强，所以你们本身有着很强的这种财富的信号，创造财富和丰盛的信号，给人带来丰盛感的信号。有很多朋友，你们是天然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引领者和保护者，你们有可能是非常优秀的父亲和母亲啊。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啊？好，这边我们看到副牌有没有？大家看不看？有没有看到树？我们的牌其实有很多很多相似性和连接性，都在重复的告诉我们一样的信号，让我们去深刻感受。所以我们这个牌里边看到什么？树。我们在这边也看到树和树根里面。Oh my god！ 由于限制所以我们有可能必须要把这个女神来遮挡一下。Anyways， 女神的能量还是蛮强的。我们感觉到什么？树 ，a family tree。一个树之家族，这个里边有什么？有子孙的绵延然后有新生儿的诞生也有一个家族对待老幼的抚养，而有在大地上去种满花卉，仿佛是对待人间和对待大地的爱。那树呢，在不断的成长你们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强健你们的灵魂之树，所以你们的树扎根非常深树底下或树根之下能量来源是大地之女神。所以树的能量我们的家族之树也在告诉我们去延展 expansion the legacy， 你在这个星球上在创造一个奇迹，预演了你在三维世界将会有非常和谐美妙的大家庭，而你将会进入到这一个家庭去享受家庭给予你的支撑，你也将会体验到爱与被爱。这一个过程是立体的这个过程是充满创造能量的。更多朋友你们可以去连接花卉，并且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呢宇宙在帮助你去做一个开枝散叶。我们过去讲的开枝散叶有可能简简单单就是要去绵延子嗣，而很多朋友你的开枝散叶也代表了你本身的生命能量，包括了你的 DNA 和你的智慧在传承。有可能你们会遇到非常好的学生，那年轻的朋友有可能先遇见比较好的老师然后未来将会遇见非常好的学生。这些传承其实也是灵性能量上的一种可以说是福禄绵长的一个体现。你们将会在这个整个人生当中去体验到非常多做人的快乐。我们做人的快乐是什么？这边我们看到有天伦之乐就是跟我们的家人，或者说跟爱你的人，跟你可以去保护以及保护你的人，共同享受这个人间当中的鸟语花香，果实成熟，春夏秋冬。我感觉到这个牌也在提醒着第二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的正缘和你们的感情你的家庭有可能将会更加的其乐融融和扩大，有一种家庭扩大的感觉。这个灵魂之树其实本身就是你的能量有更多朋友一个家族的三维世界里边的灵魂之树其实是母亲的灵魂，或者说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就这种阴性能量，它的元神在守护。所以有可能你们有女性祖先在守护你们它已经变成了大地之灵好，下面看一下源头给我们的信。
Page of Wands， 其实你们是要在这个三维事业当中做出一番事业，然后你们有可能也要在这个三维世界里边，为了作为人类，为了人类，好，为了你所代表的文化风土、灵性环境和领域，真正的去付出你的一片实践和努力。所以你们是传奇，你们将会是传奇。源头看待你，起码现在你也是传奇，来到了三维世界啊。看一下 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的逆位，源头给我们的一封信 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的逆位， Knight of Swords Wheel of Fortune 宝剑骑士命运之轮。这边我们看到 Devil 恶魔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Seven of Pentacles 土之7号，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好，我们继续来抽一下好，出现了The High Priest 应该是教皇牌的逆位啊。好，我们再抽一张。灵魂源头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怎么样的一封信 ？Five of Swords 我们看到命运之轮、命运3女神这边宝剑5号，好有趣。首先，源头在告诉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家族，就有可能它是在宇宙当中，你的源头的家族，也有可能是在三维事业当中你拥有的这个家族的能量。那本身这两样是相映相称的应该是一体的。已经冲破了过去的一个诅咒。因为我们看到 Devil 在这个边有没有枯树我们看到宝剑国王砍断之意所以这个牌里边代表了第二副牌的朋友。首先，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利于你的消息。你这背后有可能会有深深的，就是通过时间的这种历练，甚至是一定的哀痛和压抑但是你家族的诅咒已经被打破了。我看到有可能在过去非常非常久远之前。我们在读佛经的时候就看到无数劫之前在宇宙当中无可计量的时间，甚至时间在叠加，我们不能用人类的时间来记，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它发生在昨天，一切都发生在昨天。我们所面对的3个时间点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发生在昨天。好，你的家族有可能呢被怨恨过，被诅咒过，有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失败过，没有办法，你们的亲人有可能四散，没有办法集结在一起去连接互相的能量，这是一个诅咒。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很简单的把它讲出来？因为这个诅咒已经被打破了，它的时效已经过了，而你和你的祖先已经通过你们的耐力经过了这个严肃的课题。这个课题里边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因缘作用因果作用，也有一定的罚与失失去的失。但是宇宙源头在告诉你的就是King of Swords， 你非常真诚的守候了源头以及宇宙的法则，你非常真诚的在这个过程里边去等待，你以及你的家人需要更高的荣耀和更高的天空，更高的平台来去互相连接能量，重新的展现你们这个家族的荣耀，是时候去真正的展现自己了。所以源头在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并没有感觉到家族给你很大的能量有可能你在原生家庭上就有一定的距离感，一定的缺失，有些朋友有可能一直是非常孤单的，有不停的再去甚至在逃避一些家族给你的束缚等等。 Family tree and trees， 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树代表了
本身的你就在这片丛林当中，你不能一个人扎根在这里成长，你的成长是有原因的，有缘由的，你有你的种子。这个里边有三维世界的 DNA， 也有在灵魂层面你成长的种种经历，你所产现的种种的能量状态感受，它都是叠加在一起的。种子本身就具有一切的能量，当它长大只是一个过程啊，而在它真正成熟为一棵大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让我们这棵大树更加拥有生机？我们要福泽更多的人，我们要连接更广阔的大地，才能够让我们的能量场变得更加的博大而精深。所以根在扎得更深，那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天空就会更广阔，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啊，我们看到很好牌命运之轮和宝剑骑士啊，你有可能是你家族的骄傲，你有可能一个人就已经穿越了时间啊等等啊加叠的这些能量，你穿越了家族的压抑和家族的某一个诅咒，你是真正家族的骄傲，但是你用了非常意想以外的方式再去体现自己，祖先非常支持你，而源头在告诉你的就是幸运本身在你的周边，你的出现啊，你的要生，我们看到啊，坐着一只雄鹰在向上的这个少年或者少女啊，是宝剑骑士，这边有宝剑国王啊。也就是说，你的要生其实是你命运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奇迹，也是你的一个起始点。如果你可以穿破过去一定的压力，走出来，走出去，或者说改变你自身，你可以去体现你聪明才智和才华，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或者说跟你周围的人都不大一样的时候，这代表了其实你正在用你的方式去冲破这一层束缚和诅咒以及压抑。很多朋友啊，我觉得其实宇宙会给予你们很强的保护。宝剑5号啊，我们看到啊，有没有？大家在这边啊，划分界限，井水不犯河水，所以你将和其他的频率或低的频率有一个有一面墙，或者说你将会划分你的能量范畴，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现你最高的能力。很多朋友幸运将走到你的身边，而且你们的方法是自成一派的。就是你的学习啊，或者你的工作，你的成长，你对于灵性的感受都是自成一派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你这样的一个起点，就当你变了，这颗种子变了，你们家族当中的这个压抑已久的点才会变，所以你的家族会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你将会帮助到非常多的人，这是你的福报所在。有更多朋友，如果你想要去保护你的家人，你爱着你的家人的话，没有问题，这本身是你灵魂的忠诚的使命和任务之一。然后你的指导灵也会因为这一点更加的尊重你、爱你和保护你，所以这种相互保护的能量是绵长的，是越加的明显的。源头在告诉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拥有了无限的自由，可以向前冲了。无论你想要什么，在这个三维世界里边，你想要去做什么，这一切 Ten of Cups, Knight of Chalices, The Star， 这一切啊 Six of Wands， 你将会成功。但有可能这一切的发挥和发展，你需要明显的跟和你的能量不融合的人，或者说过去的人事物，以及你家族当中的某一些人划分界限。我觉得其实这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些课，一些朋友有可能你跟原生家庭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有可能你是对，独自在外，你是一个飞得非常远的角色。你的灵魂之所以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家族，你的灵魂之所以来到星球，你之所以会投影和看到这一切，源于你心中无条件的爱。因为你无条件的爱，你不会分别，也不会过度执着啊。随着因缘呢，随着业力，你投生到这里，你就会去感受这些，这本身是你的本能，有可能这也是你固定要去修习的课程罢了。我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突破出你们的天空，而在未来呢，很多冲击和很多对于你的这种猜测和不解将会消散，然后你们将会用非常胜利的方式让周围的人接纳你，为你鼓掌。你们也会用非常胜利的方式去穿破旧有的压力和旧有的误解，
如果一些朋友本身你和家人有误解，本身你和你爱的人呢，经常会有一些误会，或者说你们之间有可能因为对于未来啊目标的这个不同，当下在冷战，当下不理解彼此，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瓦解，也会随着你一定的行动瓦解。你要什么样的行动啊？清楚干脆的去保护你想保护的，做你自己，这才是一个可以说在宇宙的时间空间里边亘古不变的真相和一个对的作为。当下这堂课要考验第二副牌的朋友的耐力，但是我觉得你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和能量去应对它，所以时间只是一个小问题罢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的信息能量是什么样的啊？在星座上来讲，风象特别多，水瓶、双子、天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土象星座的朋友啊，摩羯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月亮处女的4宫，海王星水瓶的2宫，有很多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是天赋异禀的小孩，然后你在受着你家族的某一位祖先的眷顾和保护。从源头的角度上来讲，你们是非常受到家族肯定的小孩。如果这个过程里边你受到的是一些否定和反对的声音，有祖先非常的爱你，会在背后支持你，所以你们会得到命运之轮啊，天赋、机会、幸运、奇迹等等啊，这个在你们的周围。另外从源头的角度上来讲，你们当下有可能对于金钱、对于物质天生的这个管理能力和整理能力就不强，你们是非常自省和自谦的小孩，然后也会非常努力的再去，有可能是学习，有可能再去工作和开拓以及成长，这样的一个精神会帮助你不断的变得更加优秀。但其实已经足够优秀的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需要的是如何学会应对财富和物质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对于财富和物质本身的一个整理能力和感受能力啊，是来自于其他星球、其他维度的，感受能力就不强，所以这个是当下你们要去扎根，为了扎根更多学习的东西。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在过去一段时间，第二排的朋友你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样的。事业上亟待突破，经济上亟待突破，是第二排的朋友当下面临的问题。有些朋友会有一些债务问题，或者在经济上你们会有一种非常紧绷的感觉。如果当下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啊，源头在告诉你，你需要改变你的事业方向了。你过去的事业方向无法去支撑，无法在这个三维世界往前去发展，不是你的不优秀，不要钻牛角尖钻到底。你们需要看一看，在其他的事业轨道上，在其他的跑道上，是否有更合适你的机会。你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啊，在这个大地的深处有着爱你的人，他们有可能在其他的维度，但是他们在热烈的为你加油。还有就是在财富上啊，哪怕一个阶段呈现弱势，或者说你们是有财富积累的，但是不擅长运用它，或有的时候在财富这件事上你们会反而产生一种焦虑，也因为一些比较和周遭人的评价意见等等动摇了你最初的心念。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是翱翔在天空当中的自由自在的啊，好，宝剑之子。所以你心中的梦想和理念才是能够带你到你想去地方的东西。这些物质上的，这些在事业上卡住的外在因素，有可能只是在告诉你你需要突破。还有个别的朋友，你需要和一些人划分界限啊，井水不犯河水，你生活你的，他生活他的。如果是一些经常干扰到你的人啊，不一定是小人，有可能是没有边界感的亲人啊、朋友啊等等，你们也需要去跟他划分一定的界限，因为一旦他对于你的关注和过度的操控等等啊，干扰到了你，或他的意见呐，他的一些 web 他的频率干扰到了你，会对你形成的是一种动摇你目标的让你无法集中心力去显化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你们需要适时的让自己回到你们的空间，因为你们是要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的。
这个牌也代表了一些朋友啊，将未来会面临到机会一飞冲天。我们看一下时间在什么时候啊？这个是受到祖先庇佑的，所以源头的，哇，这边我看到的Sun、Three of Cups， 你看第二排的朋友啊，天哪，你们是多么的受到保护和支持啊！这边我们看到宝剑国王配宝剑王后，有没有啊？所以爱着你的人啊，他们在齐心合力的在另外一个空间帮助你，让你去达到你真正的灿烂和全胜。而一部分的这个信息是啊，你们需要等待的是时间和机遇罢了，而并不是过度的自我保护和过度的努力。你们已经很优秀了。从源头的角度上来说 ，OK， 你们在当下唯一需要注重的就是笃信，你们要相信你们和宇宙和你们的灵魂源头的连接，并且你们需要的是相信爱、信任爱和拥有爱。一个人也可以拥有爱啊，拥有这个宇宙的爱。当你们去用爱的方式看待这一切，而不是评判的标准，而不是锐利的标准，自由的你也会拥有无限的能量、无限的慈悲，去显化出属于你的幸运。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第二排的朋友来说啊，我们刚刚看的是一飞冲天的时间点啊 ，Seven of Swords。我看到在这个未来的半年当中。好，金币的5号，我们稍等一下啊。在未来这半年的时间当中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转变你们当下，对，非常负面的、很疲倦的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在当下这个7月，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也是一样，当下这个月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转运的月份了。大家要关注的是什么时候啊？月尾的满月，7月尾的满月是摩羯满月，在这个时候你们要释放掉过去的心结和痛苦，这个痛苦有可能也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来自于你的这个灵魂创伤等等。你们其实是被选中的小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有可能之前一个阶段过得比较辛苦，比较孤独。不过呢，马上你们将会迎来属于你们的时光。在未来的3个月过后，未来的1年的时间，有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得到起点腾飞，一飞冲天。也有更多的朋友，你们将会在经济上遇到机会去转换你们的气场，有可能你们会遇见合作，遇见贵人，也会遇见蛮好的一些工作机会和展现自我的机会，然后从经济和物质的困局里边走出来。你们是特别丰盛的，源头告诉你的就是当你出现的时候你是丰盛的，但是有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你们受到了一定能量的冲击和排斥，所以你们整个的这个家族都在去体现出为此而转变，为此要学会更高程度的慈悲，为此在提升你们整个家族频率你们的每一代其实都在延续这件事情。所以我看到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也很像是从其他星球搬到地球的人，就是你们其实本身灵魂的这个源呢并不在大地上，但是由于一些其他星球的有可能是资源的匮乏、外星的战斗等等，你们来到了地球，选择在这边扎根，有可能你们也要去躲避敌人和躲避一定外界能量的侵蚀。所以这一路走来呢，你们并不容易，但是还是一样有非常强大的爱你的祖先，他们在不断的在另外一个维度帮助你们，也让你们一定在这一世可以找到一飞冲天的机会。内在上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和人是有一定距离感的这个距离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没有问题然后在未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跟你有缘的人呢，特别是正缘将会被安排走入你的世界当中，所以你们是有正缘的，你们未来应该是会有家庭的，你们未来可能会有自己的小孩、后代，或者说学生等等。总之你的个人能量是会被传承下去的，你也将会变成非常有智慧的领导者，也来帮助你的这个灵魂的家族，甚至来帮助你的源头去传承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能量，好吧？然后我看到千万不要忘记了大地之母在背后守护着你们，你们是十足被爱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爱这个伟大的承托你的因素在你背后。
所以你的生其实是由爱而来的。我相信啊，其实你们灵魂的父亲母亲是非常爱你们的。好，最后看一下我们这个神谕卡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啊？看一下最后的建议和指引。这个牌非常的神奇。第一张我们看的是 Protection Guardian， 一个保护的信息啊 ，Drop your shields。好，拿出你的盾牌来保护自己。所以这边配上宝剑5号啊，你们需要和一些人事物是有距离感的，你们需要拿出你的保护光环保护自己。你周围有可能有一些对于你有不良意图的人事物，他们的波动呢微乎其微，在你的能量场底下会化解他们。还有就是你在这一世里边有可能固定的会遇见一些所谓的冤情债主，有可能会遇见啊，这跟你的这个家族以及前世是相关联的，并不是你在这一次做错了什么。这些人的出现啊，他们的本意其实是很多人是友人当中来的，他们的本意其实只是过度自我和过度在意自我的利益。当我们的利益点发生了一定的冲突，或者说当我们发生比较的时候，你周围的某一些人内心里边会出现一些不平衡和不满意，会有一些积怨的感觉。所以呢，有一些距离感，拿出你的保护盾牌，更多的时候去用理性的方式抉择，并且偶尔呢让自己啊置身事外一下，你们将会呢获得更大的能量，去专注在显化你的目标之上，然后你的祖先会帮助你，所以这只是外界的一些干扰罢了。当然现在我们三维世界也有很多负面能量在相互的冲撞，在相互的波及，所以无论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心灵健康状态，还是说我们人类的意识，其实现在在不断的被冲击，需要我们去提升和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灵性上的变化。因此呢，在当下这个时刻，很多朋友你们需要保护好自己，你们的背后呢有着神圣的大天使啊，用他的翅膀在保护着你，所以你们基本上啊你们会看到在天使翅膀的间隙底下会传来风啊，阵阵的风啊，或阵阵的这种震动啊，但其实你是非常安全的，好吧？然后宇宙也在告诉你用一些善方法来保护自己，包含了保护你的能量场，驱赶负面能量。你内心中的负面能量越少，外在的负面能量就越少，可以和你相应，也可以越少的影响到你，甚至他们会越避越远，因为你内心的能量是不同的。什么能量？你们需要有爱的能量来保护你，非常强大啊。好，第二张牌，神奇的卡牌啊，我们看到是 Squaring the Circle。我们要看到，就是它在物理上来讲是一个圈圈，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圈圈撑成正方形啊，我们再把我们这个结界撑开，然后用什么撑开？用一个锐利的四角形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橡皮圈，然后我们现在撑开它，让它变成一个四方形的 circle 啊，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能量场，就是当像水一样啊，它在自然的状况底下，它会呈现一个圆形，很多分子、细胞等等都是这样的。那我们能量场也是自然成圆形，那我们为什么要 squaring 啊？为什么要把它撑成一个四方形的？首先我们看到一个盾牌的能量啊，这个对你是有保护作用的。四方形它有4个角，4个角，我们这个4的数字很神奇啊。我们在西方里边我们会经常接触4象天使嘛，东南西北4位大天使。那我们其实在东方的这个有可能佛教当中，我们也知道呀，有4大护法呀，有4大金刚等等啊。总之4这个数字是严密的严丝合缝在保护的，它们之间能量有可能风火水土等等啊，在形成一个强烈的结界。所以这张牌代表了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要连接4象天使，或者说4大护法、4大金刚，来对你进行一个能量上的保护和加持。更多朋友你可以运用风水的能量，将你家中的4角，有可能用白水晶啊，特别可以用3角塔来镇一下。也有些朋友其实你们本身在能量场上来说，需要为自己的风水呢做一下调整。简单的在我们的意识层面来说，我们有可能现在还没有时间做这个调整啊，有种种琐事。那在意识层面上来讲，你们需要偶尔锐利一点让这个圆形变成方形的状态上来说，就是有棱又有角，做事有规又有矩。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将会非常好的
突破你当下在遇见的某一种问题，甚至非常锐利的杀出重围。我认为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目标明确。从源头这边来说的话，以这样的方式，你们才能够得到更深层的保护，并且达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就是让你们整个的家园和你的生命能量得以保护。第二排的朋友，你们的生命里边最近在迎接新生儿吗？你们的家族里边有新生儿吗？还是说你们家族当中有一些新的事件产生？总之这是一件喜事。你们需要去抱新生儿，或者说宠物也好，或者说当你们有一个花园啊、庄园啊，当你去种植了花朵的时候，去连接花朵，花朵和植物会给予你们最大的能量。最后看到第二排的朋友，当你当下在面临到一些需要拖延呐，然后需要你去潜心修炼修心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折磨你的一些事情，让你为难，让你就是甚至产生了一些别离的一些事情对第二排的朋友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事件，这其实是你的环境的一种整顿，因为你们要胜利，所以一些没有办法给予你相辅相成能量的人事物必须离开你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组当中，宇宙也在提醒第二排的朋友不要太情绪化，或者说不要太意气和感情用事，这是你们需要专注的一个时间段。给大家的时间是3个月的时间。而在未来尤其是半年之后，明年的1月，更多朋友你们会打破你们的束缚，你们会走出去。有可能是事业上的，有可能是情感上的，有可能是健康上的、发展上的。祝福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得以福禄绵长，然后得以在3维事业当中也是，这个旅程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因为有更大的能量、更高维的能量在保护着你们和支撑着你们，让你们帮助这个星球甚至是5维度的新的星球万物重生。好，我们今天第二副组牌的所有卡牌就读到这里相信命运女神会在你的身后给予你非常大的指引所以这一方面呢是不必担心。祝福所有第二副组牌的朋友。那我们今天所有卡牌连接到这里，看到这里，非常荣幸呢跟大家一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个黄色方解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灵魂之源给你的信。我们要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来看一下灵魂之源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那首先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选到了我们的黄色方解石，我们的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这张牌我们组织在最近抽到13号 Oneness。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在合一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牌当中有一个栈道，正在直直的通向远方。那它呢会在物理上感觉会有一种不自然的偏斜和上扬，然后到了一个更加光的位置，合到了一起栈道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昏暗的这个街道和村落，或者有点险的这种自然风景。但是在栈道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有高维的能量正在指引和召唤着我们。时下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和走的这一切路有可能并非真实，它是一个虚像来引导我们向前。那时下我们正在去做到的是在3维里边跟5维度的一种合一，有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和高我的一个合一。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抽到这一张代表了当下或者是不遥远的未来，你将完成你的合一，你的能量将会显著巨大的提升。就是我们人类的平均意识都在7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觉悟状态、喜乐状态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而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更先更早跨入这个界面的人跨入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你们是新的地球 New Earth 中的一员。13号代表了你本身有可能是一个修行者，最近这个阶段你在完成一个有一点险的探索和提升。也有更多朋友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命运将会有轮转，带你到一个更加让你惊喜和更加让你充满希望的新的地理位置。当下你眼前看到的，你有可能在桥下看到的很多风景，它只是3维当中的一丝波动罢了
啊，更多的我们要注重的是我们在能量场上的专注啊，看到我们眼前的光，进入合一的状态。一些朋友有可能也是在三维世界，你们在进行一个合一，比如你们周围的这个人事物在发生巨大的变动，你正在往前去提升自己，你正在寻找新的方法在修行上新的法门去提升自己，这个也都代表了，就预示着你的成功。这种合一本身是你能量的一种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啊，已经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这个能量当它爆发的时候，光是非常高的、非常大的，可以照亮四周啊，并且转换我们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境遇，转换外境啊。副牌第2张我们抽到的是35号 Angels of the Seven Chakras，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7脉轮的合一的卡牌，每个脉轮都有一位天使守护，所以是7脉轮的天使。我们这2张牌有没有很像啊？七色光啊，七色光正在合一，让我们进入一个光体的状态。所以第2排的朋友，你们即将更加拥有能量，你们将会找到灵魂的真实，你们也会跟天使指导灵有更强烈的连接。当你打开自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宇宙。所以这个 connection 代表了你各个脉轮之间的连接、合一和互通，也代表了你和这个世界是互通的，你就是这一个宇宙。所以你内在的感受连接着外在的感受，当你可以在内在调整和整合自己，达到一个充盈、健康且高频率的这个发光状态的时候，感觉这2张牌能量很强大啊。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将能量强大，你们将所向披靡你们有可能将会通过这个7彩的 aura 光环每个朋友你们的光不同，爆发出更高的光彩来照亮你周围的环境，有可能你将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有可能你的身体首先会得到一个治愈。那新一轮的这个能量到来的时候，也是你们即将去看到灵魂真相的时候，是你们可以拥有你们的 power 你们能量的时候。所以这个13和35的数字135都是单数，也代表了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在当下呢走的这一条路，其实它是一个单向的直行的单行线，你们是不会有回头路的向前提升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挫折和暂时的风雨飘摇，都不会阻挡你们能量的提升因为你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可以说这个宇宙的整合名单当中。第3个牌的朋友，你已经登上名单了所以首先在这里恭喜大家这是我们灵魂都想去体验到的一个大境界。更多朋友如果在修行的话，也非常的恭喜大家，有可能会有新一轮的这个修为上的突破。我们看一下这封信在告诉我们什么Six of Swords, Nine of Swords, 宝剑6、宝剑9的逆位，我们看一下信在说什么。好，我们看到金币的8号飞出来，金币的8号，再看一下。Five of Pentacles, the High Priestess， 天哪，是一样的信息。通过了层层叠叠的，不管是筛选还是阻碍。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通关了，恭喜你们，你们已经来到了这种女祭司的境界里边。我们再去看一下牌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King of Pentacles， 金币国王的逆位。Two of Pentacles， 金币2号。Page of Pentacles 都是金币你们也已经重获新生了。我看到你们已经打破了旧的秩序，你们将这个大地、这个宇宙本来的一个你，做了一个巨大的转换。这种转换是你找到了你的新生的力量，你已经一些朋友算是完成了某一种蜕变或者说脱落了你的一些根尘，你有可能更接近一个最初的状态，你们回归到了心灵的安宁。我们往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在说的是什么？这边是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Eight of Pentacles， 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
再抽一张 clarify 一下这个星期是什么。权杖6号，我们在前一组也看到过啊，但我们就不剧透了。就每一组我们这个信息，似有相似，因为我们看的这个话题啊 topic 它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这个整合能量啊都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要看能不能够真正的在大家的身上对应啊，如果对应的话，就是这个能量的体现。这封信在说什么？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是披荆斩棘的走了一路啊，仿佛在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这9981难。如果这是一个灵性修为的课程的话，它并不容易。如果它是简单的一个3维功课，比如说你要成长，你要去读书、工作，然后赚钱、突破等等，我对于第3个牌的朋友来讲，其实并不困难。困难的这个点在于，这背后有一个真空的境界和东西始终在吸引着你，让你总是想打破这些实相。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赚钱？赚钱之后又要做什么？其实我看到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本身是女祭司，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看卡牌啊，你们有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神秘学的方式来看待你当下所经历的一切。有可能你们窥见了当中的很多信息，会理解到，其实对于你来讲，来到3维世界啊，本身就是你意识投影当中非常想要去经历和体验一下的繁华热闹罢了。体验过这些繁华热闹之后，你会借假而修真。假是什么？我们看到3维的这些各种色声香味触法，在我们身上我们感受到的啊，我们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感知到的组成的一些事件，其实并非是真实。我们也有一个说法，3维其实是4到5维的一个横截面罢了，我们只是更高维度很多能量的集合和体现。但更多的朋友在这个背后，你们恰恰的就是找到了3维世界的一些 bug，你会真正的发现当中的玄机，而且是修真，修出了真实的你，女祭司找到了你的潜意识，你找到了你真实的智慧，并且通过研究这些智慧，得到了你灵性上的突破，甚至你有可能会学有所成，学有所长，学有所长。那我觉得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啊，在这个宇宙的信件当中，在告诉大家的就是啊，恭喜你们在3维的这个世界当中通关啊。首先是恭喜函，还有就是过去的一些烦恼啊，有可能产生于我们的小我们在低维空间里边要应对的课题，但是你都非常耐心的去一一度过了。然后你们是很认真在面对人事物的人，你们也认真的在这个过程里边学习着如何去突破这个2元的对立，如何用更多的方法来打破你的一些阻碍，也包含了如果在事业上、学业上、情感上都有。我觉得有可能你们选择了一个稍显孤独的旅程，这个过程里边你们在找的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河流上在飘的是3朵莲花，你其实是在找的是你的一个合一，身心灵的合一啊，3朵莲花嘛。所以有可能很多朋友，我们看到这2个弯月啊，上弦月都是女祭司的一个状态，你在人生有可能是绝境和一些低潮的过程里边选择了觉醒自我，而不是从中沉迷，也不是从中后退和从中激发了这个恶魔的暴躁啊。你要去占有什么？你已经成功的通关了。我看到源头也在告诉第2个牌的朋友啊，你修的和你感受到的东西是真实的，所以你的灵感将会成倍和成倍速的去提高。注意一下最近你身边的一些sign， 一些信号啊、信息啊，你将会在这个背后得到成功的消息。这些消息里边也有你在事业和物质里边的成功，你在个人的成长当中的成功。Ten of Swords，Five of Wands， 权杖5号，命运之轮，你们将会在竞争当中拔得头筹，有一个悲伤的这个过去啊，
就是宝剑都是逆位的，有没有啊？这些悲伤的印记还在你的身上，甚至是一些伤疤还在你的身上，但是他们都已经过去了。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正视你过去和当下正在面对的，并且真正的将过去化为我们所有经历当中的沧海一粟。你的经历太多了，生生世世的，到达这个阶段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不能在到达这个 oneness 合一的过程里边退后啊。我们需要的是奋起而精进的前进，并且得到这个命运之轮 Wheel of Fortune 真正的一个转运。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到吗？源头说的是 Five of Cups, the Tower, and the Knight of Pentacles。 很多朋友我觉得啊，对你们来讲，如果现在处在一个孤独隔绝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你们心灵现在是若有所失的，有可能你们在哀叹的是过去的一次失败和一次刻骨铭心的不舒服的经历和经验，这些经验偶尔会蚕食你，让你做噩梦啊，或者最近你们做到了一些噩梦等等，是宇宙在帮你去洗礼这个能量，因为你需要轻装上阵，重新出发。所以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抛弃掉你的这种不完整感，因为这些经历啊，我们总说在3维里边少经历一点好，经历的多了，我们的这个伤疤它容易停留，我们如何去洗掉它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看到宇宙在帮助你去洗礼到就是沉淀很久的，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过去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这种影响，因为你马上就要组合你的能量放光彩了，你的光彩放射出去，你整个人都是一个光体，这一切都代表的是一种完整。而过去在物理上也好，还是在你的信息能量上也罢，存留下来的一些负面信息，你需要去清理掉它。所以最近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做一些还是一样啊，断舍离以及疗愈如果最近一些朋友你们在面临激烈的竞争的话，宇宙会给你发一个通行证，所以你们将获得成功，获得通行啊，拿到 offer 啊，通关等等。Seven of Swords。爱啊，在爱里边，如果是爱而不得的朋友，我感觉到是这样的信息啊。如果是爱而有所得的朋友，也是一样吧。爱的这个信号，其实本身是你在体验的一个方法。你选择去爱谁，你选择用什么方式去爱，只是你在3维世界当中的一个状态罢了。那本身呢，你有一个初始的能量，让你重新的燃烧你的火焰。过去你爱的方式，或者说你遇见一些人，你跟他们连接的方式，其实已经是过去了，是过去式了。很多朋友还是一样，放弃掉旧有的方式，甚至适合你的人是全新的人，全新的能量。如果你们新生了，你们周围的人也会获得新生。你的视角变了，很多事情它会以一个新的方式在你的世界里边呈现。所以如果当下是单身和在感情当中寻求突破的朋友，总之你人生的突破就在当下。那如果是我们的个人的情感上我觉得你们会在情感里边得到自由，就是你有可能会有新的选择，你有可能会有让自己快乐的选择，但是这一切都不脱离一个本心，就是你不对这件事情产生超过的希望，不对这个人产生超过的希望。你所有的希望的种子是自己去播种，自己去采集的。所以爱对于第3副牌的朋友来讲，不是一个牢笼，而是让你们自由的机会。我相信这样讲，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体悟和清楚这一点，因为你的灵魂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所以这是源头在信当中写到的，爱永远都是你的一层体验，爱是你体验爱的背后，学会去爱和被爱，让自己丰盛的一场体验。爱是来自于你的觉知，也来自于你之前因果业力的积累。所以如果你变成了The Fool 愚人牌 and Ace of Wands， 你在用一个新的方式去突破自己的时候，你的一切将会发生改变。所以更多朋友在新的纪元我看到是明年的4月也就是说在这大半年之后过了6个月到9个月之后，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回归到一个清零的状态，这是你即将发光或你正在发光的一个征兆。
更多的朋友，你们将会遇见贵人，在三维世界里边，你将会用光的方式去完成更多的事业，团结更多的人，帮助到更多需要你的灵魂，包括了小孩、老人、动物、生灵、事业方面的很多合作等等。这是你在三维世界当中最想拥有和得到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其实身上有复合的能量，所以不只是光的能量，你也有其他方面的这个震动。这个不同的朋友，你们来的地方不一样，震动是不同的。你可以去运用2种方法去看待这一切啊。当然，这个信息就给到一些特定的族群、特定的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的心之向往永远都是宇宙的灵魂的这片平静的话，你所做的一切选择和策略就是没有错。然后我看到你们在帮助一些人弱小，你们有可能也在帮助这个星球，帮助宇宙熬过比较黑暗和难熬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曾经经历过这些，你太深谙这个过程里边人呐，或者这些灵魂在面临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当你们拥有大爱，甚至也在为这些事情进行思考和进行行动的时候，这代表了你是一个高光的光之工作者啊，就是你是有体现的。因此宇宙也会奖赏给你非常丰厚的报偿，让你在三维世界的物质上，让你在灵魂和能量上面永远拥有源源不绝的新的动力。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要去显化什么呢？这个对于第3物组牌的朋友来讲是自由选项。你想要显化什么，只要他遵守我们宇宙的运行法则，你的显化就将是成功的。一些朋友如果他是副业呀，他是你未来的金钱上的发展等等，都将是成功的。你们将会化1为2，化2为3嘛，1生2， 2生3， 3来生万物。你将会有很多渠道去展现自己，也会参与到三维世界的很多发展的、成长的、播种的这个人事物里边去体验它吧。很多朋友，你们越到了年龄成熟的时候，你们的积攒越稳定，你将会发现你年轻时候受到的很多震动和伤害，它是一笔资产，它是最好的一笔财富，可以让你在任何的处境，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底下，都拥有真正的智慧。这个智慧也是你的魅力，也是你最大的能量和武器。你们未来将会变成非常好的专业人员、老师，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变成非常专业的一些整理资产的，然后跟这个金钱跟土地打交道的。这个里边有物质、有资源，然后有生态等等。这个三维星球是需要你的源头在肯定你和赞赏你。好的，这边呢，我们的信息先发到这里，下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信息啊。天王星的水瓶7宫，我们这边看到北焦点的金牛7宫，你们将会有非常好的合作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将来到你的世界。有很多人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但是你们的灵魂有共同的约定，有可能这些人也是你未来的灵魂伴侣，甚至是生活伴侣、生命的伴侣。你们将会拥有非常好的一个事业的基础，原因在于你们顺应了你们的道，你们的天道，顺应了你们内在的对这个宇宙的大道。更多的朋友就是说，如果你们在期待好的合作和跟你们能量相应的人在未来这7个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不少朋友你们将会转换你们的居住地，转换你们的发展路径看到很多朋友你在转业，这个对于你们来说其实是决定性的。当你们在未来这9个月当中决定转业的话，有可能这决定了在新的水瓶世代就是2025年的春天开始，你将持续做什么样的事业，你将为这个星球做出什么，所以这也跟着你的大愿而来。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去扩展你们的愿望，你们想要帮到什么样的人，你们想要利益到什么样的人这个会给你们带来更强烈的一个资源的回馈。看一下最近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状态，帮大家做一个验证
很多朋友在今年都是面临到这个经济上、资源上的一种紧张感、收缩感，原因在于就是三维世界它在收能量嘛，所以最近呢在清洗和洗礼，有不少朋友你们在资源上、在金钱上和事业上有可能面临到了一些固定的转折。有更多朋友有可能今年你们的，如果你们没有转职，你们的公司啊、你们的组织啊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动和调动。有可能没有伤及到你，但是这会给你一个很强的警示，你需要去发动你的改变了，甚至为了去克服这种不安全感啊，为了去克服这种不舒适感，你们在焕发能量、付出努力，你们在创新，这非常好。那第二点呢，一些朋友最近在感情当中是处在一种非常寻求安全感，然后但这个安全感是不足够的，有些朋友会陷入一些暧昧关系当中。最近这个阶段里边呢，也有不少的朋友，你们会在周围的合作伙伴呐、朋友啊、客户、同事里边感受到一些暧昧的信号。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那这个暧昧的信号代表了什么？天王星的巨蟹5宫。他们会给你们带来建议，给你们带来新的思考，给你们带来新的世界或者新的业界的一些消息，是有益的。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不必避讳跟周围人的沟通，因为你们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场，所以人缘和桃花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个桃花，我看到很多第3个牌的朋友指的并不是爱情上的，对，它是在你的人际关系里边给你带来能量场的，给你带来金钱的机会和合作的机会的。这边呢，在感情上啊，有一些朋友你们最近会还不错啊，通过交流和学习遇见能量状态还不错的人。这个信息里边也代表了这些人呢，有可能有在说其他的语言，有可能他们来自于远方，来自于其他的城市和国度。旅行运会比较旺一点啊，出行也会让第3个牌的朋友有人气、有人缘，也会带动你们的情感运势。这件事情容易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我看到应该是年尾啊，5到6个月左右，更多的朋友可能是7到8个月。总之呢，在明年的4月之前，未来看这则影片的朋友，在未来的这应该是多久啊？9个月之内吧，这应该是已经是3个季度啊，9个月，你在未来的3个季度里边，将会立体的完成你的蜕变，是很立体的，事业上、财富上、状态上，然后你的能量上、人际关系还有感情上都会有一个新的组合，这个世界重新排列组合为你啊。为什么？因为你合一了，所以你看到的世界它是光的、光明的。不是说你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光明的假象，而是源头在告诉你，你在用新的方式去重组你的能量和资源，并且用新的方式像拼图一样去拼接一个能量更高的5维度世界。这个其实是你的人生使命，所以你会参与其中，好吧？一些朋友你们是灵性工作者、光的工作者、疗愈者啊，然后一些朋友你们的事业马上就要发展和成功了，这种成功要走向成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当你去发掘它，当你去运用你的能量去浇灌它的时候，你真正的魅力和价值才在体现，所以这才是你的人生任务啊。最后的结果，成功的结果还有就是你在不断的创造一些成功的模型，然后又在创新。因为你们并不是一个在成功里边就沉浸在原地的人啊，播种之后就在浇灌成功了再往前播种，这个是你们在生活、生命和灵性上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们内心永远是自由的小孩。我们今天的卡牌虽然说每组都有一样的一些信息出现，但我觉得第3组其实你们的内心里边水的能量是比较平衡的。最近注意一下满月的到来，会给你们带来一些新的信号，这之前有可能会有一些能量在洗礼，就是具体到有可能你的身体会有一点痛啊，某些地方会有一些经脉的，或者说脖子啊、腰酸痛之类的。有些朋友最近的这段时间你们会做很多梦，这些梦都是一种冲洗和洗刷。然后对你来讲呢，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多多打坐，多多冥想，去平整你们的脉轮，因为脉轮的天使在保护你们，也在打开你们的觉知啊，女祭司。所以你们可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去提升你们的灵性能量和直觉力。
星座我们有没有讲啊？土象星座这组蛮多的啊，摩羯、金牛、处女座，非常多土象星座。但是这个当中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啊。看到很多第3号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就是事业相对来讲稳定的，有一些朋友拥有副业，有些朋友你们正在打开你们的这个发展的大门，所以你在今年或者说未来这9个月，延伸到过去的半年里边，其实你的转变，你周围的转变是非常大的。那我认为很多第3号牌的朋友，你们在稍安勿躁半年，会发现这个转变会完全的形成。我们不会说一直在这个转变里边，我们会合一，并且这2张牌代表了你已经完成合一了。所以我们要更高的去期待这个新的世界和我们状态能量场更高的时候，这个世界在回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像。建议和指引方面，我们抽的也是土的牌啊 ，Earth Guardian， 我们抽的是大地的这个指引 ，Stay rooted and grounded， 让我们扎根和沉稳呢。越是外界动摇，我们越是沉稳。做什么样的决定呢？大地的守护之神都在指引着第3号牌的朋友，让你们可以说是通晓天地啊。那我们这个天与地是什么？大地的能量，大地之神已经把地的能量给你了。那天的能量是女祭司嘛？那这边出现的就是你既可以运用你的直觉，也可以运用你的一种稳定度。就是在3维世界，我们有这个身体，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修炼场，因为我们可以有7个脉轮，我们可以通天和通地啊，所以人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修行的族群，对，我们的这个修行法门就很多了。那我觉得第3号牌的朋友啊，土地之神大地让你保持一种专一和沉稳，因为你即将扎根啊。这个扎根能量在第2组里边也有，但是这一组里边你的扎根是关于你自我的，你的整个能量场的，然后你的一种能量提升的。你们是在能量上被保护的。有更多朋友，无论你是在居家还是在出行，你们都是被保护的一组。你的直觉将会告诉你一切。大地之神也非常爱你，所以你们可以去连接一下这个果实，比如说这个花果呀，然后还有树木啊、树叶等等，这个里边有疗愈你的信息。有些朋友可以接触这个精油、草药等等啊。你们的心轮在被疗愈，其实心轮就是你的一个钥匙啊，你的心轮就是你最大的一股能量啊，这个绿色天使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地的灵也在帮助你去疗愈你的心轮，打开你的3眼轮和顶轮，能量很好。第2张我们看到是 emotions 情绪，我们看到个水母啊，它有金色的头发，好漂亮。情绪是什么？是水的能量。我们看到土与水能量的一个结合啊，关注你们的情绪，舒缓你们的情绪。因为从这张牌当中看到第3号牌的朋友，你们会是一个容易积累情绪的一个导体，就是你有的时候会把情绪总是积攒在这个心轮呐，然后它会沉到太阳轮，沉到底轮等等，你会变得沉重。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情绪的导体，把你的情绪全都疏散出来。具体的方法你们可以通过还是冥想，然后呢，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就用脚接触水啊，因为我们看到水母和这个女祭司啊，还有这边我们看到莲花，所以去接近水源。安全的状况底下，你们可以就用手啊接触水，或者释放你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和恐惧压力到水中。那水呢，其实是很带动我们能量的，并且净化我们能量的一个媒介和介质啊。当然了，如果我们有饱满的这个正面能量啊，满满的动力，那到水边我们也容易变得佛系啊，因为我们能量场容易被水所稀释啊，这个也算。所以在这个 emotions 出现的时候，情绪对待第3号牌的朋友来讲，其实是一个课题。就是如果你们要不断的去吸收和承载情绪的话，只会让我们的脉轮有点阻塞，也会让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提升的脚步慢下来。所以我们呢，让情绪通过我们的身体不留痕迹然后在这个当下，特别是我们在提升的最重要的关键环节，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更好的去借助自然的力量我看到新月其实对第3号牌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所以我们这个月已经过了新月，在8月初的新月就狮子月的新月，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可以去触碰一下水源触碰一下莲花呀，然后可以在月下去，对，我们的新月有可能你只能看到
看到淡淡的这个月的影子啊，甚至在新月其实月是不展现形状的。上弦月出现的时候，8月初到8月中旬，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做一些这方面的舒缓调节，减少过多的思考。我们这个水母有好多头发，减少过度的大脑的思考，因为大脑的思考会困住我们的灵性啊，让我们一切的能量流动，让这个能量带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显化我们想显化的，就是把这个信息送给第3号牌团。我相信你们是很有办法的，因为你们是如此的聪明，还有就是你们的能量其实当下在一个提升的结界里边，提升的重要关键时间点。这个能量合一之后，我相信很多第3号牌的朋友，你们就是一个非常开悟的状态，并且通过这个状态，你们可以去守护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宇宙也在支持你们。源头会让大地之神和水之神帮助第3副牌的朋友，好吗？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学习和体验我们的能量啊！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